前2天跟我们搓了个澡，某些东北的灵魂就被唤醒了，现在后果无法收场了。他现在上幼儿园，管他同学叫男兵，这本来是老师也没管，但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了。昨天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，说张大铁为了推广奶育，在英语课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这到底是咋回事呢？就是上周有一天，我感觉天太冷了，我就找了一个泡澡的地方。我本来还担心，因为张大铁从来没去过澡堂，我怕他搓澡害怕，我还特意叮嘱大胖媳妇，我说你呀，今天也别搓了，那孩子肯定害怕，你俩冲冲就行，直接上楼。结果这爷俩就进澡堂了，张大铁一脚迈入澡堂，穿过赤裸裸的人群，直奔大池子，跟池子里6个老头聊了10分钟水温，自己拿手牌就去搓澡去排队了，不搓都不行。张大铁是上了搓澡台就不下来，醋搓奶搓全都要。他爸在旁边发现这孩子脸朝下5分钟都不动弹，叫他也不回答，以为给孩子搓过去了呢。他爸就赶紧钻到那搓澡台底下看，结果他爸在底下透过搓澡按的那窟窿，看着张大铁的表情是这样的。Nice。我听完他爸描述张大铁在里边的种种行为，我第一次相信人是有前世的。张大铁的前世就是东北澡堂的大堂经理，他是带着记忆来的。北京澡堂子里蒸腾的朦胧水汽，对他来说就是记忆里故乡的鱼，故乡的鱼。最后我和他姐在楼上等我们家里的男宾，等了45分钟，因为张大铁搓完海泡不出来，全家在洗浴中心又吃又洗，回家都半夜了，全家人精疲力尽，想起来还得给车充电，但谁也不想动。还好我们开的领跑 C01是一台纯电续航很长的超级增程车，300加公里，今天跑了1天，还剩134，明天出差去机场也够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像我们没有加充，周末出去逛一逛就可以快速补能。我本以为张大铁对搓澡的热情离开了也就忘却了，但是直到昨天我才意识到，这个搓澡的灵魂，它一旦被唤醒，它再也扑不灭了。张大铁已经走火入魔了。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投诉他，我寻思啥事儿呢？结果老师说张大铁往他同学迪兰身上倒牛奶。我一听我赶紧道歉，我说他是在欺负别的小朋友吗？老师说那倒也不是，迪兰也倒汤，你哥俩互相搓奶浴。我说这个老师实在对不起，我回家说他，然后老师你就不要再给他牛奶了。结果今天老师跟我说，奶育文化在英语课的尾声又出现了。我就想，那他奶是哪来的呢？我就问俺家阿姨，我说你是上学的时候给他带饮料了吗？阿姨说没有啊。我实在是好奇，我就翻看了一下我家摄像头。自从我开始看监控录像，我不光发现了张大铁是怎么实现去幼儿园奶搓的，我还发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东西。这去哪个出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是醋。这是干啥呢？不起，要我猪蹄上我，猪蹄上我。我老公啊，终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。然而从这件事我们才得知，我的2个孩子是印第安土著。大胖媳妇这不是时隔36年，最近终于找到他亲爸了吗？前几天呢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人的联系方式，加了好友。当加完好友，第一次打开对话框可以对话的时候，我见证这个历史时刻，我无比激动啊！这半辈子失联的父子第一次对话。然而对话的这个内容的确是让我没有想到的。大胖媳妇还啥都没说呢，他爸就已经知道这是他儿子了。我就看那对话框里打出了一行字儿 My son, how are you？ 哎妈，当时我心提到嗓子眼儿，我寻思哎妈，这时候是该说啥呢？结果人大胖媳妇啥也没想 I'm fine, thank you。 我说完事儿了，他说啊对 and you。 我说这整老半天，2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失联父子再相逢，众里寻他千百回，蓦然回首，也不过是李雷与韩梅梅。对方也说 I'm fine too, thank you。 对话就截止了，没了。我就以为完事儿了，结果过了10分钟，哗嚓来了这么老长3000字的信，内容很炸裂呀，就当初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离开温迪，那内容可以说是相当戏剧化，就是可以直接写电视剧。但是重点是 Jamie 的亲生父亲写了好几页纸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，而且英文表达非常的不流畅。大胖媳妇把整个信读完，非常震惊的告诉我，老婆，我才知道我爸是印第安土著，而我理论上也是个土著。我以前都不太了解这个历史知识。就大胖媳妇她亲爸这个血统非常特殊，加拿大大多数的白人是像温迪这种血统，就是父母是英格兰人、苏格兰人从欧洲移民过来的。而大胖媳妇的亲生父亲，他不是一个欧洲移民过来的白人，他是一个北美本土的印第安土著。所以说大胖媳妇的血统和我家2个孩子的血统跟你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一直就觉得张大铁这个孩子有一点土气，我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个土著，是个土著。反正总而言之，看完这个信呢，温迪和当年这个土著爸爸爱得深恨得深。但是温迪的妈妈看不上大胖媳妇亲爸，这个妈妈她种族歧视，设计了很多圈套。最后呢，温迪和大胖媳妇亲爸就像牛郎和织女一样，被隔在了加拿大的最东边和最西边。而今年的七夕，我们的织女温迪会在中国度过，甚至有可能跟我们一起去加拿大找她的前夫。我先送她一套薇诺娜七夕礼盒，里面有薇诺娜家的王牌特护霜，从源头修复敏感，快速舒缓肌肤敏感不适，效果好，适合全年龄段。七夕送爱的人，浪漫又贴心。但张大铁对于他是土著这个事儿好像有点接受不了，导致孩子半夜1点多梦游了。
妈妈不是也是一个土著？我是土著的什么呀？那我们不是猪啊！对，我们不土啊，我们不土啊。去家吧。我不是土著，我是土著，我是土著。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不了解，那就是中国的老头怕老伴儿，越老胆越小；中国的老太太谁都不怕，越老越奔放。这个事儿给我的加拿大公公婆婆造成了很大的误会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婆婆温迪在加拿大一直属于美女，年轻时候追求者相当多。我公公布莱恩呢，长得反正咱说人品挺好，所以这么多年大家一致认为颜值上温迪属于下降。没想到来到中国反转了，旅游第2天布兰就跟我说，中国老太太可比加拿大老太太奔放多了。第1天在海南，有个大姨看着布兰过来了，中国大姨是世界上最社牛的人，跟布兰一顿各种造型合影，然后开始唠嗑。布兰啥也没听懂，最后大姨拉过布兰的手，在他胳膊上轻轻写下了1961，意思是说他是1961年出生的。布兰以为大姨给他留手机号呢，大姨给老外整脸红了，布兰都有点害怕自己守不住底线了。本来布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偶然，但是接下来不管去哪儿都是各种热情的中国老太太，教他汉语的，教他唱歌的，教他跳舞的，管他要微信给他孙子补英语的。布兰在这群老妹儿的簇拥下彻底迷失了自我。就开始跟温迪嘚瑟，说温迪到目前没有一个老头搭理他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人的审美和加拿大人是反的。温迪在这儿是磕碜人，神经病。那温迪对自己颜值这一块，那能服吗？第2天也去勾引老头，但是温迪发现自己的魅力在中国老头这儿完全失灵。温迪懵了，头发都撩出静电了，老头们守身如玉啊！直到那天去海边，他的真命老头出现了，海风吹起温迪的长发，一个摄影老大爷追着他咔咔拍。温迪以为老大爷是个艺术家，在他这找到灵感了呢，感动的想管人家要微信，结果人老头说10块钱一张，100全拿走。要钱？问的，啊，烦你，问的。小曼，他俩今天各玩各的，哎，脸晒通红倒是挺般配。还好啊，我给孩子们用了1夜儿童防晒，没红也没黑。崔玉涛亲研功效型防晒，温和不伤肤，民保都能用。他家专利因子能保护屏障防晒伤，轻薄不闷脸，防水防汗的全波段防晒，海边暴晒也不怕。中国老头给温迪的冷落，让布兰心里完全认定了中国和加拿大的审美必然是反的，要不然怎么解释呢？儿媳妇长得像个豆杵子似的，在这当网红900多万粉丝。我觉得老头老太太的事儿吧，最懂的还得是张大铁。我就去采访张大铁去了，我跟张大铁说，你跟你爷解释一下是咋回事。然后坐在那说，那你奶奶说话，没有老头敢跟他说话。中国老头都怕老伴儿，他不敢搭理我奶。我就给我说我奶奶看我奶奶，我姥姥就咔咔掐着我姥爷大腿底子，就这老疼啊！这那中国老太太呢？中国老太太咋不怕呢？我老谁也不怕，生气就掐你大腿底子，就咔咔咔咔咔。谁敢惹他呀？不要腿了，不要腿了！张大铁要贵的儿童手表，他爸给他买了个老人手机，他一天天拿着个老人机撩漂亮小姐姐，管人家要手机号，还拿着个老人机玩霸总，抢着扫码买单，让我充分意识到有些人生来油腻，不管他有多贫穷。早达最近想要一个小某财儿童手表，可以给人打电话那种，大胖媳妇嫌贵，纠结了很久，最后一咬牙一跺脚给他买了。姐姐买完手表呢，张大铁也想要，大胖媳妇觉得那儿子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于是一咬牙没跺脚，怒花65块钱给张大铁买了一个2手老人手机，还告诉张大铁，你就记住，姐姐的表能做的事儿，你的都可以。张大铁非常高兴，他觉得他这个跟姐姐的比更大、更响、更有面子，还更带手电筒。来我办公室找我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所有人都笑话他。老人机的确是给张大铁量身定制的，因为他接打电话跟东北用老人机的老头一模一样。喂，哪儿？喂，你干啥呀？他姐姐的表可以扫码付款，把表里的付款码朝着店家一扫就买东西了。他认为他的也可以。第2天再放学，姐弟俩去超市买东西，他非得说今天他请，让他姐也往篮子里头装。我们应该大象的还是羊的？别洗是吧？懂了。这碗你看我有钱，我去请啊。不可能！这样吗？
你得第一声你才能成功的。哔哔。他姐的手表啊，可以加好友，起到一个社交作用。张大姐认为她的也可以。今天见到一个漂亮小姐姐，心花怒放，也要跟人家贴。我有手机了，接个电话嘞。经典手机，天天充满阳光。他想跟人小姐姐扫码加好友，结果差点没给人小姐姐晃瞎。人家小姐姐说咱们加不了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手机号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。159 9晚上给你打电话。我从他身上我才发现了一个道理，油腻到了极致，它也是一种清爽。外形有型精神，拿老人机咱也敢冲。所以我家一直在用的金纺柔顺剂，保护衣服不褪色，起褶起球通通彻，满满一瓶盖，倒入花花槽。咱家衣服多亏了它，不然大胖媳妇2.5吧唧的洗法都得报废。有它事半功倍。回到家吃完饭，没忘了要给小姐姐打电话，人家小姐姐跟他报的手机号是159什么什么，他说他记住了，他就记住个1，回家非要给人打。人家老人机最大特点是啥？是亲情号设置，1是他爸，2是我。他一摁1就给他爸打过去。喂，他挂了再拨1，又给他爸打过去。哪天？他挂了再拨1，还是他爸，俩人都疯了。为什么又是你？为什么又是你？忘了，拜拜。经典手机，天天充满阳光，阳光。